手上不小心扎了木刺，一般我们都会用针挑出来，或者用手指把它挤压出来，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疼痛，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刺取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让刺儿自己跑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挑刺方法一，可以使用开水法来进行浸泡。这种方法适合用于手心或者是手背扎到刺之后使用，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找到一个窄口的杯子，然后在杯子里面倒上一些开水，开水的量不要倒太多，少半杯就可以了。如果量太多的话，温度也会比较高，很可能会将我们的手掌或者手背部分烫伤。做好这些工作，就可以把扎了刺的手掌或者手背紧紧扣在杯子口处，不能有任何缝隙存在。大约几分钟之后，刺在高温作用下自然就会跑出来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试试这种方法。挑刺方法二，我们拿容器过来，在里面倒入少量的白醋，我们利用白醋来浸泡，把木刺给浸泡出来。很多家庭里面都会备有 75% 的酒精，在浸泡之前，我们把75酒精喷在手指上面进行消毒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有些酒精是不能直接接触到皮肤的，要拿合适的酒精来清洁手指，给伤口消毒。我们把手指浸泡在白醋里面，浸泡个10分钟，用白醋浸泡了之后，手指上面的皮肤会被软化、起皱，皮肤在起皱的过程当中也会缩紧，这样里面的小刺就会自动被挤压出来。这个浸泡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点都不会感觉到疼痛。10分钟过后，如果手指头上面还有一些小刺没有清理出来，我们就可以轻松把它给拔出来了。经过浸泡之后，指头上面的小刺也会凸起来，这样我们清理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。下次遇到被刺扎了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一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！如何挑刺的方法都学会了吧？方法简单实用的哦。那么接下来再聊聊白醋吧。白醋的妙用很少有人知道，非常简单实用，不懂可惜了。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醋，除了颜色浓厚的陈醋，还有透明色的白醋。白醋同样是烹调的酸味辅料，作为常用的一种调味品，白醋主要由酒精、醋和水组成，口感较酸，能有效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，从而加速肠道蠕动。第一个小妙招，清除手上的辣热感觉。每次我们烹饪时，切完辣椒后，手部感觉就会变得灼热异常，就算用水冲洗也只能稍微缓和一下，无法彻底消解掉。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辣椒中含有的辣椒素使得我们的血管扩张，从而加速了局部的代谢速度，导致了我们皮肤的发红发热现象。同时我们的手部也会有刺痛的不适感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白醋倒到手上，并用双手互相搓揉，让白醋慢慢挥发之后，手的不适感就会有所舒缓。第二个小妙招，厨房里的菜板用久了，表面上就会有很多的划痕和痘印，这样就容易隐藏很多的细菌甚至霉菌。大家一般都是用洗洁精来进行清洁，这里不建议大家用清洁剂来清洗菜板，这是因为洗洁精中的化学物质会渗透到这个木头里面，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。我们在案板上倒入一些白醋和食用盐，白醋能够软化污渍，食用盐能够起到杀菌作用，
还有食用盐是颗粒状的，能够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，这样就可以进入到划痕里面，将里面的污渍清洗出来，然后用清水清洗一遍，洗净后的案板非常的光滑。第3个小妙招，清洁卫生间的玻璃门。我们家里卫生间的玻璃门上经常会留有很多的水垢，平时如果我们只是用普通的方法来擦拭的话，根本不能将水垢擦拭干净。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上一点白醋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准备一块百洁布，在百洁布上倒点白醋，接着再挤上一点洗洁精，用这个百洁布来擦拭卫生间的玻璃门。白醋具有软化的作用，可以软化玻璃门上面的顽固水垢，而洗洁精也有很强的去污作用。我们简单的擦拭一下，就能将玻璃门上面的水垢都擦拭掉了。我们再用清水把残留在上面的泡沫、污渍都冲掉，我们的玻璃门就被清洁得非常干净了。第4个小妙招，清洁烧水壶。烧水壶是我们家里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，但是烧水壶用的时间长了之后，在水壶的底部就会产生一层厚厚的水垢。这时，我们只需要在水壶里面倒入多一些的白醋，然后再接入小半壶的清水。接着我们再把水壶通上电，等水壶里面的水烧开来。水烧开后，先让它静置几分钟，然后再将里面的水倒掉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水壶里面的水垢已经被清洁得非常干净了。要是水垢比较厚的话，我们可以不加清水，直接用白醋反复的烧几遍，这样就算再黄的陈年水垢也能被清洁干净。白醋确实是一种极致好用的物品，除了烹饪上的用途外，还可以在清洁、去味、除汗渍等方面发挥作用。无论是家庭应用还是日常工作，都体现着白醋的妙用，让我们珍惜白醋，发挥它的多功能性吧。今天分享的挑刺小技巧和白醋的生活妙招都学会了吧？方法简单实用的哦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